明明是一座监狱，可所有美女都想抢着进，甚至不惜出价千万，只为当一名听话的女囚。只因世界水源污染，喝下水的人99%都变成了丧尸，而我却在一栋废弃的监狱大楼内当保安。在末世爆发前，激活了高等监狱系统，只要收纳高分美女成为女囚，就能获得坤坤币，不仅可以兑换食物、枪支、异能等物，还能解锁或升级监狱的各个区域。此刻，我看着系统赠送的1万坤坤币，思考着该兑换什么东西。目前只有1万块，花光了可是有生命危险的。1级狱长办公室还可以解锁手枪和子弹。商城中售卖的所有武器，对狱长均不收下。我心中一喜，连忙花了50坤坤币拿下。这玩意在末世初期可是利器，拿出来谁不得掂量掂量。下一步就是招收女囚了，先将女子监狱管吃管住的金字招牌打出去。熟悉末世小说情节的他，自然而然想到了绿泡泡。手头上的群只有学校的，整个天海市职业技术学院超过1万人，女学生5000人，85分以上的怎么也得有几百了。丧尸爆发了，老子不用担心实习的事了。兄弟们，谁和我一起出去砍丧尸，看他们脑袋里有没有晶核，好兄弟一起升级。有没有哪个小仙女愿意来我们男生宿舍419？我们护你周全，你给我们陪伴。末世毕竟刚来，这些屌丝大多还沉浸在兴奋之中。再等等吧，等到他们真正意识到末世的残酷时，再发广告。检测到有陌生人靠近监狱，宿主是否安装大门监控摄像头？5坤坤币一个。毕竟安全第一，我直接选择安装。很快，画面被接通，门外有一群人，看到其中2个女人的长相，我心中一动。我垒个骚缸，第一批囚犯这不就来了吗？留人吗？真奇怪，没听说这有个吉米女子监狱啊。监不监狱的放一边，咱们先进去躲躲。我闻言微微一笑，打开小门。有事吗？为首一个60多岁的大妈将半个身子探了起来。小兔崽子，赶紧让开，我们要进来躲躲。我见状，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。这是私人领地，滚出去！哎呦，打人了，有人打人了，报警！我要报警！把那玩意招来，咱都活不了。大妈闻言赶紧闭嘴。不行，你打人了，赔钱。吉米点燃一根棒棒糖，淡定地站在门内。看来丧尸们的听觉不太好，这么叫唤都没引来一只。我淡定地站在门内，环视了一圈面前之人。姓名秦诗音，年龄30，初恋一人，新婚燕尔，颜值88分，符合要求。姓名曾佳柔，年龄26，初恋一人，被前男友抛弃，颜值85分，符合要求。果然这俩是符合要求的，看来系统的审美和我一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大爷走过来了。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但现在外面出现了咬人的怪物，你必须让我们进去。铁笼了吗？我刚才说了，这是私人领地，凭什么让你们进来？老弟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现在外面太危险了，你让我们先进去躲躲，等警察来了，咱们再说别的事好不好？行，不过这里是女子监狱，男人可不能进来。女人嘛，只有他们俩才能进。哎，这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如果你不让进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好吧，那你就别客气了。吉米面带玩味地看着对方，眼镜男则死死盯着吉米。大家都进了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却见一把冰冷的手枪顶在他的脑门上。你再动一下试试。望着黑洞洞的枪口，眼镜男顿在原地，冷汗直冒。他不敢赌这把手枪的真假。秦诗音走过来，拉了拉他的衣角，哥，意思很明显，别强出头。没想到这一拉，反倒激起了眼镜男的怒火，让他想起了刚才吉米那猥琐的眼神。老子不信你敢开枪，更不信这是真枪。给你个机会，跪下道歉，我可以不杀你。吉米说着，还吹了吹枪口上并不存在的硝烟。这一枪让在场的人都傻了。你只有3秒钟，3、2……我……眼镜男是真的被吓到了，豆粒大的汗珠扑簌簌往下掉。你，对不起。丧尸来了！突然曾佳柔的惊叫引得人纷纷侧目，应该是因为枪响的缘故。从视线边缘处摇摇晃晃走出来一只丧尸。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吉米手里的枪响了，这一枪下去，场面极度混乱。老公，快回车上去！秦诗音的反应很快，趁着这个时间，赶紧拉着眼镜男躲进了一辆大巴车。见状，我眼睛一眯，到手的女人可不能直接飞了，直接开枪打到了4个轮胎。枪声引来了更多的丧尸。此刻门前只剩曾佳柔。你进不进来？曾佳柔膀胱彻底失守。关键时刻，吉米连开3枪将丧尸打倒，同时也验证了丧尸的另一个特点，只能打头。此时的曾佳柔早已吓傻了，一回头见到拿着手枪的吉米，
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进监狱。吉米嘴角微挑，伸手一拉，便将曾家柔拽进了大院。不要过来，不要咬我！吉米没去管他，而是举起手枪，练起枪法来，顺便帮助一下那些被咬到的可怜人。美女，我这里很安全，你要不要进来？可以让我老公一起进去吗？哎，再见。老子是女子监狱狱长，不是巴黎圣母院院长。透过门缝，他看到一群丧尸已经将大巴车围住。你早晚会求着我进来。别过了，行啊，你已经进入监狱，安全了。这里真的安全吗？放心，绝对安全。但是嘛，你必须得听话。曾家柔回到监狱，进了大门便是更衣室，因为是1级更衣室，所以装修和陈设十分简单。既然你选择住进我的监狱，那有些规矩我就必须要告诉你，这是女子监狱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囚犯了。而作为囚犯，最重要的就是听话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么现在就可以走了。别让我走，我听话就是了。这真是女子监狱。当然，我说过，这里已经被我买下来了。接着，吉米拿出一套女囚服。现在第一个命令换衣服。作为囚犯，你的任何私人物品都不能带进监狱。这怎么穿啊？我要换衣服了，你先出去一下行吗？曾家柔俏脸几乎滴出水来。放心吧，我对看你换衣服没兴趣，不过我得检查你有没有被丧尸咬过。要不你找个女狱警过来行不？没有女狱警。曾家柔闻言差点哭出来，他想反驳，但又找不到什么适合的理由。紧接着，吉米和曾家柔切磋了起台球。检查10分钟后，曾家柔换完了衣服。检测到符合要求的女囚已绑定，姓名曾家柔，颜值85分，无家常，每天奖励85坤坤币，坤坤币余额1025，服从度28，请尽快提升。看来只要符合条件的人进了监狱，并且穿上囚服，便自动认定为绑定状态。只不过这服从度有点低啊，得想个办法提升服从度。随后，我带着曾家柔来到了1号监室，这里每个床位上都配好了枕头被褥，除此之外就是一个洗手池，一个非常简易的蹲便，再无其他。设施虽然简单，但在丧尸末世能有这么个地方，应该算是天堂。果然，曾家柔并没觉得不好，反倒是放下心来，因为面前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确实是一座监狱。那现在我命令你，不许转身，不许出声，听清楚了？吉米又打起了台球，曾家柔浑身巨震。20分钟后，曾家柔的服从度开始增长，最后居然达到了85。你通过了，可以说话了。以后这张床就是你的，吃饭的时候我会叫你。直到这时，曾家柔才呜呜地哭出了声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但吉米注意到，就在他说完话后，这女人的服从度居然又莫名其妙地涨了一点。刚才的时候，吉米已经发现私密接触好像更能提升服从度，一个想法在脑海里慢慢浮现。此刻，我将曾家柔收服后回到了办公室，通过摄像头看着曾家柔一个人在监狱内孤独的样子，打算今天多给她找几个伴。于是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了天海职业技术学院的群聊，然后把成像的食物和水源的照片发了出去，并配上文字：所有人，本女子监狱招收美女，管吃管喝，无限量公益需要的私聊，先发本人吴美颜全身照，请注意，只要美女，恐龙人妖勿扰。群里的学生们看到这条消息，好像在某个部位抹上了风油精，集体炸了。我靠，咱们群里进神经病了！喊女子监狱，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，真恶心，真下头。子同学，现在是灾难时期，你的矿泉水应该交上来，由我们统一分配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，才能共度难关。老公，我挺你，他的水肯定来路不正，必须没收。骂声铺天盖地，骂他的人多，加好友的更多，男女都有，一条一条翻着，突然一个名字出现，苏映雪。他眼神一亮，这可是天海大学3大校花女神之一啊，绝对的美女。放在以前，苏映雪这种女神，她可是连想都不敢想，直接通过。很快，苏映雪发来了一条消息：吉米同学，是你吗？正是本狱长。苏校花是想入狱吗？我们整个寝室都想去，可以吗？谁想来，提前发给我照片，否则本监狱概不接收。过了一会儿，苏映雪发来了4张照片，第一张便是她自己。吉米盯着照片欣赏，姓名苏映雪，年龄21，充年龄，颜值93分，符合要求。好，很好，苏大校花，本狱长这就来了。再看另外3人，张小文、董景、何萌萌，分数都不低，其中最漂亮的当属张小文，90分，另外2个分别是87分和85分。充电情况，张小文3人，董景0人，何萌萌1人。无所谓，这又不是找老婆，只要进了我的监狱，想要打台球，只能是我。
此刻除了苏映雪之外，还有不少人也加了联系方式，最后确定了20多个符合要求的女大学生。话不多说，我立马来到楼下，用了1000坤坤币兑换了一辆1级装甲车。交通工具都解决完了，下一个就是提升自身实力。我看着系统面板在强化后面开始加点，每个点数100块，直接花了3800，将强化变成了50。瞬间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身体，那感觉神清气爽，飘飘欲仙。末世中保命才是最重要的事，有了这副身体，这次出门应该是万无一失。不过这感觉，身体强化之后，吉米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，恨不得立刻去找曾家柔。难道这是身体强化的后遗症？哈哈，只要身体足够强，一树梨花压海棠。不过带着欲望出门可不保险，会影响我的正常思维。转眼吉米迈步来到1号监舍，曾家柔见到吉米进来，他嗖的一下起身，有些不知所措。那个狱长好。吉米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不到半分钟，曾家柔的脸疼的一下红了。吉米又打起了台球。足足1小时后，曾家柔沉沉睡去，吉米则是神清气爽。系统中对方的服从度变成了99。随后，我开着装甲车前往天海职业技术学院，一直开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校门口。我轻车熟路，直奔女生宿舍。路上见到一伙男生，有7、8个人，手里拿着武器，看样子是去外面寻找物资的。这几人见了装甲车，为首一个短发男生拼命挥手。停车停车停车！吉米自然没去管，一脚油门扬长而去。几个男生在后面追了一小会儿，便不敢再继续了。车开得太快，而这种速度，他们根本来不及看清周围的环境。如果一头扎进丧尸堆里，必死无疑。社长，这破车是没看到，咱们还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停车呢？我要是司机也不停车。对了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这车上写着几个字？不错，我看到了，吉米女子监狱，这好像在哪听过。这在学校的群里，一个叫吉米的学生说什么他的监狱专收美女之类的啊。对，就是群里。这么说来，那人说的是真的，他有监狱，还有水和食物。我靠，咱们要是能去那的监狱，全系女人岂不是美死了？市长，你说吧，咱们该怎么办？从这到女生宿舍楼和去超市的距离差不多，我看咱们别去超市了，直接去找车，怎么样？同意。只同意。一行人换了个方向，凭着感觉远远跟上了囚车。另一边，我一脚刹车，停在了女生宿舍3号楼的正门口。我透过车窗看到宿舍楼门口门外围着一群丧尸，我拿起手枪一顿射，不一会全部丧尸倒地。这时听到动静的2楼传来声音：“是官方的救援队吗？”这是吉米女子监狱的囚车，我只能带20人。先来的先上车，还有丑八怪就别来了，浪费时间。你看我行吗？我抬头朝上看去，姓名陆双双，年龄19岁，成年龄人，未经人事，颜值86分，符合要求。下来吧，千万别搞得太大动静，会把丧尸都招来。陆双双声听了，赶忙动了起来，不一会儿便从楼梯上下来。楼道里虽然有丧尸，但数量不多，只要不靠近他们，还是可以出来。陆双双刚开始的动作小心翼翼，生怕搞出什么动静，惊动了丧尸。可当看到门口停着的装甲车把后门打开的时候，他激动了，不顾一切的往前冲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楼道出现了一只丧尸，似乎是被声音所吸引，扭过头来朝陆双双望去。丧尸的动作很慢，蹲下。数发子弹，丧尸倒地，但迷雾中却又走出几只。没办法，陆双双的嗓子太尖了。别过来，救我！吉米，哦不，吉哥，救救我！陆双双继续喊着，吉米则是一枪接一枪。很快，陆双双的身后就堆起了一个小尸山。这是她在学校里的第一个女囚，必须要打造一种人设。跟着我吉米，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别趴着了，上车吧。陆双双早就被吓傻了，浑身抖得厉害。直到吉米喊第3遍的时候，她才敢睁眼，看了看身后的尸体。我站不起来，吉哥，你能下来扶我吗？不能，你可以爬过来。陆双双点头，一点朝着装甲车爬去。费了好大劲，陆双双这才爬上了车。吉米看着对方干裂的嘴唇，扔过去一瓶矿泉水。哎呀，喝吧，管够。陆双双眼睛亮了，再也顾不得其他，拿起这瓶矿泉水，咕嘟咕嘟的喝了起来。自从红雾爆发后，自来水管里的水全都变成了暗红色，根本没法喝。那个，吉哥，你还有水吗？闻言，我又掏出一瓶水弹，并没递过去。给你长相最漂亮的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们都陪你进监狱，这瓶水就给你。好的。其实来之前，他已经和舍友们说好了，只要这个监狱能保证安全，他就会第一时间通知。你们都下来吧，吉哥这里特别安全，还有水喝。给谁打电话呢？有照片吗？长得不漂亮我可不要。陆双双闻言，小脸有些发红，但还是打开了朋友圈，递到吉米面前。这是他们的照片。吉米笑眯眯地接过手机，这是一张合照，就在宿舍里，一共4个人，除了陆双双之外，还有2个长得也挺漂亮，一个86，一个85，
但最后一个看着最右边那个160斤起步、满脸白粉的肉装坦克，他苦笑一声：“姓名刘媛媛，年龄19，横别6人，3个前男友，3个现男友，颜值55分，不符合要求。”外行，青蛙长得丑，你玩得欢。吉米默默向6名勇士致敬。那个刘媛媛就别来了，浪费时间。那个吉哥，这都是一个宿舍的，这不太好吧？您的监狱要是能住下，是不是也把他一起带着？住不下，要想带上他也可以，把你的位置让出来。圆圆，你就不用下来了。没多久，门口出现了3个女人，正是陆双双的3个室友。那个叫刘媛媛的一个人比2个人都宽，完完全全是180斤的肉装坦克。见到陆双双手里的矿泉水，不约而同眼睛一亮，紧接着一起朝大巴车跑来。那个刘媛媛原本在3人最后，这时却一个箭步窜到了最前面。水，我要喝水。就在他刚要迈步上车的时候，一把冰冷的手枪指向了他。下去，吉米监狱不欢迎您。为什么？因为监狱门太小了，你进不去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都能上车，就我不行？就算监狱是你的，那你也不能不让我住。你信不信？再往前走一步，我让你看到自己的太太。你。吉米一连点了18个，把所有漂亮的都叫走了，总人数已经超过20。凭什么不点我？要是不让我上车，我就把丧尸招来，到时候谁都走不了。你想找死，那谁能管得了？刘媛媛愣在原地，她不过是想用这办法吓唬一下吉米，真把丧尸招来，先死的肯定是自己。喏，奖励你的。他必须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吉米女子监狱赏罚分明。陆双双帮他叫来了2个美女，就得奖励。同学，这奖励怎么得？给你长得最漂亮的朋友发的消息，让他们过来。哦，那个大哥，我的朋友过来了，就给水喝吗？这是个90分的女生，名叫沈清歌，是车上女生中最漂亮的。这个沈清歌还是很有开发价值的，不过就是充电人数有点多，3个无所谓了，又不是找老婆。先不要发，车上坐不下了，等把你们送到监狱，我再来一趟。哥哥，可是人家太渴了。要不您先给我一瓶水，你放心，我认识好多美女。吉米回头看着近在眼前的小脸，伸手摸了一下。沈清歌不但没堵，反倒向前贴去。既然你这么渴，那就拿去喝吧。谢谢哥哥。有了这个先例，立刻有其他反应快的女生也过来了，哥哥哥哥的叫个不停。只要是愿意讨好自己的，吉米一律奖励。期间，吉米给苏映雪发了条消息：1分钟后开车，过时不候。很快1分钟过去了，看了看楼梯口，苏映雪的身影还没出现。就在这时，通过余光，他突然发现了几条身影。吉米双目一眯，是之前拦他车的几个男生，而且手里还拿着武器，很明显是跟踪过来的，鬼鬼祟祟，一看就没怀好了。那几个小子再过来就是死。几人听后不但没有停下，反而加快了速度，几乎是一瞬间，吉米立马做出决定，杀意警摆。没有拖泥带水，吉米清空了弹夹。社长，救我！短发男哪敢停留，一脚踹开对方的身体，掉头便跑冲进了红雾中。吉米目光冷冽，又对着那个逃跑的身影开了，却并没有击中他。吉米没有去追，穷寇莫追的道理他懂。救救我，求你了！就你，我倒是可以帮帮你。说着，吉米朝着杀马特的脑袋扣动扳机，帮他结束了痛苦。就在吉米准备回身上车的时候，从楼梯处又走来4个女生，看过去正是苏映雪，身后就是他那3个发过照片的室友。如果不是发生了意外状况，今天可能就见不到这个女人了。这倒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吧。有谁会开车呀？上了车，吉米面向众女问道：“我会。那下次你来当我司机。”这个苏映雪还是很懂展现自己价值的。吉米从脚下拿出了4瓶水、4个面包、4根火腿肠，奖罚分明。这可是吉米女子监狱的经营理念，4女同时一洗，这东西在以前不算什么，但对于饿了1天的人来说，那就是美味佳肴。沈清歌自从苏映雪和张小文上车后，就有些敌意，此刻见他们又得到奖励，敌意更浓。鸡哥哥，人家也饿，想吃火腿肠。吉米又拿出1根火腿，美女撒娇当然也算是能力了。大家放心，火腿肠只要表现好都能吃的。苏映雪则是秀眉微皱，感觉自己手里的肠都不那么香了。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半天的活，结果和那种女人得到的奖励一样。这么下去，以后谁还干活？也不对，干活和去打台球的时间也差不多。装甲车再次回到了监狱门口，吉米发现秦时英一行人还在大巴车里奋争，他吱呀一脚将车停在旁边，驾驶位正对着秦时英所在的座位。哎，想好了吗？跟不跟我走？走，我们都跟你走。你要必死！可下一秒，黑洞洞的枪口却让他闭上了嘴。吉米自然没有开枪，
因为没必要。他们两个现在哪也去不了，只有慢慢等死。在强烈的求生欲望下，或许秦诗音会做出更加正确的决定。我老公可以一起去吗？当然不行，不过嘛，如果你愿意跟我走，我可以给你老公一瓶矿泉水，外加一个面包。秦诗音老公的脸因为生气而涨得通红，要不是怕对方的手枪，他早就开骂了，所以只能将发气的目标转向秦诗音。你理他干什么？难道你这婆娘还真想去打台球不成？信不信我捶你啊？如果你想通了，随时找我，联系曾家柔的手机就行。说完，吉米便一脚油门扬长而去，直到他走远，眼南这才猛地一拍座椅。这个王八蛋欺人太甚！我告诉你，你还别以为我对付不了那个小逼崽子。说着，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这件事他已经想很久了。不一会儿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粗犷的声音：“喂，谁呀？勇哥，是我啊，小阮。”小阮？你 ABC 的哪来的小阮？勇哥，就是上次和你打台球的那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老婆长得很漂亮，好像叫什么什么音的那个，对吧？阮坤的脸色有些尴尬，干咳了一声。是，她叫秦诗音，我是她老公，给您打电话是想告诉您的消息。坐在一旁的秦诗音听到这通电话，诧异地看向阮坤。老公你……另一边，吉米带着他们来到更衣室，和曾家柔的待遇一样，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。进了更衣室，吉米还是老样子，必须确定女生们身上没有伤口。女生当然是抗拒的，不配合的现在就出去。沈清哥听到吉米的话后一咬牙，第一个脱下了外套，紧接着就是陆双双。随后吉米又打起了台球。可以不穿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从不强迫别人。那我不穿。不过监狱有规定，要么穿球服，要么什么都不穿，你自己考虑吧。哪来的？检测到符合要求的女球已绑定，姓名苏映雪，颜值93分，物价成，每天奖励93宽宽币，服从度5，请尽快提升啊！你 ABC 的，这个女人还挺难驯服。检测到符合要求的女球已绑定，姓名沈清歌，颜值90，物价成，每天奖励90宽宽币，服从度65，请继续提升。26个大漂亮，一共收获了2265块，现在的余额到了6630。照这个速度，2天后就可以购买异能了。紧接着，吉米带着他们去了曾家柔所在的2级监舍。曾家柔正边喝热水边看电视，听到动静，赶紧起身，刚要到门口去迎接，却猛然发现吉米不是一个人，后面还跟了20多个美女。这是……一瞬间，曾家柔只感觉委屈万分。两人在半天前刚刚打过台球，我都那样了，你怎么还能这样对我？服从度-10。与此同时，吉米的脑袋里收到了对方的服从度下降的提示。这是心有不满啊！看到里面还住着人，女生们有点诧异，同时打量起曾家柔。现在这里有一群女学生和一个少妇，物以稀为贵，很明显，这个少妇好像更占便宜，所以很快，女生们的目光中出现了敌意。曾家柔自然感觉到了，她有些愣神地望着这些女大学生们，心里计算着自己的优势与不足。家柔，给新来的狱友们介绍一下环境吧。吉米的声音让女人们回过神来，曾家柔将腰板挺直。家柔，吉米叫我家柔了，我毕竟是第一个女球，虽然没有年龄优势，但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啊。嗨嗨，大家请看，这就是咱们吉米女子监狱的2级监舍。吉米微笑着看着他们的反应，等到全都介绍完了，他才开口道：好了，大家都看完了，不过这里属于2级监舍，要想住到这儿，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行。下面我带你们去你们应该住的地方，1级监舍可能会与这里有些许的差别，不过大家放心，只要肯努力，2级监舍不是吗？女生们面面相觑，只有曾家柔知道吉米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她心底有些激动，吉米并没有让这些比自己年轻的女孩享受同样的待遇，而是让他们去了条件更为简陋的监舍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男人心里是有她的。曾家柔，服从度加10，达到99点。这边心里刚一变化，那边吉米就收到了提示。他摸摸下巴，虽然不太明白曾家柔的服从度为什么会突然增加，或许可以试试把这个小妞的好感度提升到100。家柔，你也跟着一起过来吧。到达1级监舍后，沈清哥张着嘴巴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1级监舍的环境和2级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这里是1级监舍，我们不想住在这。可以啊，不过要先去我的办公室政审才行。政审通过，你们就可以去2级监舍，甚至是3级、4级更好的监舍。大家露出疑惑的表情，但心里其实已经懂了。鸡哥哥，我想政审。直接找我的秘书就行。吉米说着指了指曾家柔。曾家柔突然听到自己变成了秘书，心里感觉甜丝丝的。服从度加1，达到100，宽宽币基础奖励翻倍。检测到曾家柔服从度已超过90，符合秘书绑定要求，是否绑定？绑定？
已绑定。狱长秘书曾家柔，年龄26，服从度要明，每日提供款款币数量187强化8，异能无权限请狱长亲自选定。很快，吉米将这些女囚安排在了2个房间，又给曾家柔发了笔和本子，便离开了。随后，沈清歌走到曾家柔面前：“甄姐姐，郑婶是在你这里报名吗？你要报名吗？我给你登记上。你叫什么？沈清歌。”有人开了头，其他女生自然也放开了。很快，一群女生把曾家柔围了起来。姐，给我也写上呗。姐，给我也写上呗。姐，给我也写上呗。吉米明明是我的男人，为什么我还要帮他做这种事？这样吧，我现在就上去汇报，你们等我通知。曾家柔没有耽误时间，先去自己的房间洗了个热水澡，然后就急匆匆的上楼。作为秘书，她的电梯权限可以直达狱长办公室门口。那个，我是叫你狱长呢，还是叫你的名字？刚一进门，曾家柔便红着脸问道：“这就看你怎么定位了。如果是秘书的话，那就叫我狱长；如果是其他方面的话，就叫我吉米。”吉米，我现在想叫你吉米。你 ABC 的还想榨干我？我50点的强化度，岂是你说榨干就能榨干呢？气氛愈发火热，随后2人又打起了台球。1个小时后，还有这么多女人排队，你看着办吧。吉米拿出系统买的平板电脑。刚才你表现很好，这是奖励你的这个平板电脑，可以用这玩意儿帮我管理。曾家柔见到后高兴极了，这无疑是对他身份的一种认可。他想过，沈清歌那些女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和自己住到一起，有了这些，自己就依然领先于他们。他贴上去，重重地吻了吉米一口。谢谢你，我去给你叫人。不一会儿，沈清歌便被曾家柔带上楼。到了现在，他根本不用废话，愿意上来的都是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的，来了就直奔主题。1个小时过去，吉米神清气爽地躺在沙发上。随着曾家柔和沈清歌的分值上涨，每天奖励的坤坤币也有所提升。照这个速度，明天就可以觉醒异能了。吉米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渐渐入睡，但他并不知道，就在距离他15公里外的强盛集团总部大楼，一辆路虎带着5辆面包车正朝他驶来。加装了防护网和保险杠的黑色路虎在浓雾弥漫之中缓缓出发，一脚油门将门口围堵的丧尸撞到压碎，硬生生碾压出了一条血区域。勇哥到了。光头勇拿出对讲机开始部署。不一会儿，车门打开，每辆车上都下来了一群大汉，他们每人手里一把削尖的铁管，用白布紧紧地缠绕在手上，十分默契地散开，以路虎为中心点。勇哥，这里丧尸并不多，都被吸引到那去了。光头勇嘿嘿一笑，他知道车里不只有阮坤，还有一个叫秦诗音的美女，那可是幻想了几个月的打台球对象。去，把那小子先弄出来。小弟答应一声，然后带着5、6个人去。他们原本就是强盛集团的打手，又有经验，很快就将车边围着的10几只丧尸干掉。阮坤在车里乐得手舞足蹈，看见没？强盛集团的人来救我了，肯定还带着吃的。勇哥，我在这呢，救我！秦诗音的心沉到谷底，他原本认为外面环境恶劣，强盛集团的人不会来，没想到真来。勇哥，是我是小阮啊。我知道你阮，说吧，监狱到底怎么回事？光头勇说着，大咧咧地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同时一双贼眼不住地打量着躲在后面的秦诗音。本来我也不相信这里有什么监狱，但我们这原来有个女人，进去之后就发了这些朋友圈。勇哥你看看。光头勇眯起眼睛看着吉米发的那些图片，心中越发确信自己的猜想。黄毛，带着咱们的弟兄，让阮老弟带路，进去看看。一个满头黄发的青年嘿嘿笑着答应了一声。阮坤一听，差点哭了。勇哥，您就别让我进去了吧，我在外面等着就行。放你 ABC 的屁！消息是你提供的，谁知道有没有猫腻？你们都得进去。至于我吗？哈哈哈，在这保护这位美女。勇哥，您在这歇着，我这就去。老婆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帮勇哥把那小子干掉，就回来接你。说完，好也似的下车了。很快，车上就剩下光头勇和秦诗音2个人。黄毛，小心点。放心吧，勇哥，留下5个人保护勇哥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此时的吉米正在睡觉，忽然系统的警报声在他脑子里响起。检测到有陌生人靠近监狱，检测到有陌生人靠近监狱。吉米一下惊醒过来，第一时间拿出手枪，紧紧盯着门口的监控图像。仅看一眼，他就知道对方是有预谋的，因为门口至少有10几号，个个手里都拿着武器，为首的那个黄毛甚至还带着枪。一股巨大的危机感油然而生。很快，门口的摄像头被砸烂。检测到有陌生人进入院墙。这帮人知道了监狱的位置，一个也不能留。吉米边走边打开系统，在建筑栏里的大门中
东南西北4面墙各买了10个摄像头，又在监狱楼外侧安装了20个，整个院子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他没有开灯，那样只会暴露自己，将手枪上膛。吉米悄悄走到窗前，按照显示，最少有5、6个人会从这里过来。来了。不好，被发现了！有反应快的人大声示警着，紧接着他也倒下了，又是2枪，弹夹清空。这支小队被彻底消灭。开完枪，吉米迅速关上窗户，缩回头，身子紧贴着墙壁，转移到更衣室，因为这里也来人了。边走边换弹夹，他还是老办法，根据图像的指引，先将窗子打开，而后静等敌人进入自己的射程之内。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，他用这个办法打死多个人。外面黄毛还不知道自己的手下死了那么多。他带着主力部队找到正门口，给我夹！一个手拿大锤的胖子冲过去，抡锤便砸。离门最近的玻璃窗应声而碎，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子弹飞出。吉米自然早就发现了他们，双手持枪，也不管外面的人在什么位置，直接就是一顿扫射。胖子被打成了筛子，后面有几个人中弹，惨叫着倒下。黄毛的反应倒是挺快，赶紧后退，然后拿起枪，没头没脑开起来。不过吉米远远地躲在墙后，那些胡乱射击的子弹连他的边都摸不着。过几天再来，老子全都升级成防弹玻璃。我掩护你们，往里冲！你们必须得干的！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，然后一大帮人猫着腰朝楼里冲来，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监控里。吉米把枪口从墙后伸出来，大致判断了一下敌人的方位，然后开始射击，打中了第1个人，然后是第2个、第3个，一枪接着一枪。门外怒骂声、惨叫声响成一片。吉米，外面怎么了？待着别动。外面的黄毛见人群后退，怒了，又开了几枪。里面的人不多，咱们大家一起下进去。他的声音虽然很大，但人群依然在慢慢后退。黄毛手下的这些人虽然平日里好勇斗狠，但那只是欺负普通老百姓。可现在呢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把小命搭上，谁还敢？你们不过来不行吗？难道让我去外面一个个找吗？吉米灵机一动，等黄毛再次开枪的时候，他突然大叫，然后在原地猛跺脚，做出逃跑的假象。果然，外面的人听到动静后，撤退的脚步停下了。黄毛又开了2枪，侧耳听着里面的动静。片刻后，他做出判断：我打中那小子了，兄弟们，冲进去！冲啊！我告，有埋伏，怪这！这一次，逃出去的人再也没有任何迟疑，径直朝着院外跑去。吉米一个冲刺，他就追上了黄毛，手起枪落，直接爆。然后吉米一面看着监控，一面开始伏杀。他发现有人已经跑到了墙边，墙体高2米，并不难爬。如果不想办法，肯定会有人跑掉。所以下一秒，吉米一咬牙，直接花了2000块将院墙升为2级。瞬间，原本只有2米高的围墙变成了4米。哇靠，这墙不对劲啊！咱们刚才是走到这儿吗？全息大雾，谁他妈能找着？离吉米不远处传来几声怒骂，正是被2级围墙困住的人。他循声追去，并不给对方开口的机会，直接开枪。杀完人后，他开始沿着墙根往前走。跳不出去的人肯定会在墙的附近想办法，正是击毙他们的最好机会。如此这般，他又干掉了20人，但系统的提示依然没有结束，也就是说院子里还有活人。吉米找了一圈，但凡碰到倒地的，不管是不是尸体，他都会在脑袋上回枪。足足过去了半个小时，提示音还没有消失。最后，吉米只得再仔细查看监控。他发现就在大楼外墙根躺着一个人，有点眼熟啊，原来在这儿啊。他按照指引方向走去，果然秦诗音的老公阮坤这小子原本一直跟着黄毛，可见到死人后直接吓昏过去了。他就是那个一直没找到的人。吉米踢了对方2脚，阮坤悠悠转醒，当看到吉米的脸后，吓得肝胆俱裂。别开枪！我的位置就是你告诉这些人的吧？没有，不是我。我最后问一次，到底是不是？是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阮坤被吓得居然哇的一下哭了出来，不但上面流眼泪，下面也没闲着，一股淡黄色液体汩汩流出。他们是谁？强盛集团的人。在手枪的威慑下，阮坤像倒豆子一样，把知道的事一股脑全说了出来。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带头的叫光头勇，在外面的大巴上。光头勇这个人必须干着。别杀我，我愿意把我老婆送给你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她吗？你死不死，他都得跟我走。别骗！知道监狱位置的人一个也不能留。外面漆黑一片，夜晚的雾好像更浓。吉米拿着枪慢慢朝大巴车挪去。大巴车上，此时的光头勇正趴在秦诗音身上。勇哥，你别这样！哎，你说勇哥打完台球，能不能让咱们兄弟爽爽？
那小模样，想想就带劲。听他们说话，吉米知道光头勇就在车里，他举枪对准忽明忽暗的烟头，扣动扳机。枪声过后，门口多了5具尸体，车里只剩2人。光头勇还不知外面情况，正准备打台球，吉米不再躲藏，一脚踹开车门。你 ABC 的，你是谁？老子的人呢？光头勇怒道，同时眼睛朝车下瞄去，没看到几个手下的身影，不由有些发慌。你是那个监狱的？把你的枪交出来！光头勇的秃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他盯着吉米手里的枪，慢慢掏出手枪。交枪是不可能交枪的，不是你打就是我活。我问你答，要不就干。听懂了吗？你是强盛集团的人。是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监狱的事？是她老公打的电话。那今晚你来这儿，还有别人知道吗？高老大知道，强盛集团的董事长。高老大，好熟悉的名字，好像是个黑白2道通吃的人物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说完，你得放了我。可以，只要你说的是实话。他在北湖区强盛集团大厦东面的私人别墅里。你可以走了。真的。吉米一副你再不走我可要反悔的模样，然后侧身让开一条路。光头勇谨慎地盯着他，然后一溜烟跑下车了。吉米则是对着光头勇的背影连开数枪，把光头勇吓得抱头蹲到了地上，差点哭了。你说过放我走的，我这不已经放你走了吗？那你还开枪？我也没打你啊。那我走。可话还没说完，突然他的余光看到了什么？丧尸，是被枪声吸引过来的丧尸。你这是要借刀杀人啊？你 ABC 的。本来只要你求我，可以给你个痛快，但你骂人，所以现在我改主意了。光头勇已经倒在血泊中，打也只是早晚的问题。救我啊！求生的本能让他无意识地叫喊着。吉米自然不为所动，而是回到车上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好了，现在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。刚才那卤蛋的话，想必你也听到了。你老公泄露了我的事，而我却不计前嫌救了你，对吧？按理说你该嘎，但我这人心地善良，所以你走吧。走，怕是比光头勇嘎的还惨。或许跟着这种男人才能在这末世活下去。你的监狱还要我吗？我这人最不喜欢强迫别人。不是强迫，我是自愿进去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收留你。不过嘛，进去以后要听话。鸡哥哥，我怕外面有丧尸。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囚犯了，所以嘛，安全由我负责。回到更衣室，吉米拿出对讲机通知曾家柔下来，还特意嘱咐他把所有要政审的女囚犯都叫下来一并政审。随后，吉米和众人又打起了台球。第二天，吉米一直睡到9点，这才精神满满的起床。先看手机，他发现有些昨天联系的女生失联了，是遭遇不测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他心里打了个问号。其中联系最频繁的是一个叫颜月的女生，他知道颜月是本校3大校花之一，与苏映雪齐名。指尖划着屏幕往下，群里的几条消息又让他皱起了眉，显然藏着不对劲的地方。下家注意，不要给学生会的开门。楼下兄弟，怎么了？学生会的人来我们楼层了，好像在杀丧尸，我该不该出去？我靠，有人抢劫，该干点正事了。随后，吉米把沈清哥和何萌萌叫到办公室，你们2个换上衣服，跟着我出发接人。沈清哥是艺术系的，负责联系女生。何萌萌在28个女人中胆子最大，可以当个打手什么的。安排好路线，吉米带着2个女人由曾家柔陪着前往车库。路上正好遇到苏映雪。映雪，议长好。你会开车是吧？装甲车开过吗？虽然没开过，但我有1年的驾龄。老司机都说我有悟性，你要是信得过，我现在就开2圈给你看看。那以后你来开车，别的活就不用干了。苏映雪差点蹦起来，同时也对吉米嗤之以鼻。本姑娘不现身，你不还是照样老老实实的来讨好我？什么狱长，骨子里就是个见到美女就甜的屌丝。对了，苏映雪有没有通过政审？她有没有政审你还不知道？您稍等，我查一下。说着，曾家柔拿出平板电脑扒拉起来，然后也同样认真的回复道：报告狱长，以求苏映雪还未通过政审。真是可惜，还得我自己开车。唉，希望今天出门能找个司机回来，也能替本狱长分忧啊。说完，在苏映雪吃惊的目光中扬长而去。我还会换备胎。何萌萌已经学会了。汽车开出一会儿，吉米有个新的发现，今天外面丧尸的反应速度好像比昨天快了一些，危险距离也长了一些。之前只有离近丧尸1米内，他们才会做出反应，但今天不同，这个距离大概变成了2米。难道说这些丧尸会进化？吉米皱眉猜测着，油门加重。丧尸进化，浓雾升级，这末世恐怕会一天比一天难熬，要抓紧了。鸡哥，有2个同学和我说，他们的室友被人抓走了，我觉得学校里可能不太安全。半路上，沈清哥对吉米说道，这是他经过近1小时的联络后得出的结论。哦，看来秩序已经乱了，没有法律的约束，
拳头就是道理，提升实力迫在眉睫，不管是对付丧尸还是人类。很快，吉米来到天职业技术学院门，刚一靠近门口，他就发现了不对劲，门口和昨天不一样了，5、6辆小车横着停成一排，拦住大门。他不由眉头一皱，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什么陷阱。此时的学校门卫室里，10几个人正在讨论着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趴在窗前的门卫老头突然喊道，打断了众人的讨论。大家按计划行事。吉米正疑惑时，忽然见到出来一队人，立刻明了这是专门在等他。当看清为首之人后，不由一愣。此人名叫王霸，正是今天群里讨论的学生会主席。王霸人如其名，极其霸道。有一次查寝，一大帮人像黑社会一样闯进寝室，见到吉米床铺上有一条白酱，嗤之以鼻，然后就被没收了。嫌我棒棒糖不好啊，你倒是别奶。到现在，吉米都记得对方临走时说的那句话：以后记清楚我们几个的脸，我们来了就是查寝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吉米记得特别牢。见王霸专门等着自己，吉米隐隐有一种预感，因为这小子是颜月的男朋友，全校师生无人不知。也就是说，一直和自己联系的颜月其实是王霸。看来对方是早有准备啊。王霸叼着棒棒糖，迈着随意的步伐走向囚车，朝着车窗里的吉米勾勾手。你就是吉米吧？过来一下。你是小王吗？有事吗？这不错啊，贵不贵？哪买的？不贵，是在瓜子二手。哎，不对，我车哪来的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小兄弟，别这么火大，好好聊天。这就受不了了。你们学生会欺负人的时候，没见你好好说过话，嫌我说话不好听。你可以不问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，装什么笑里藏刀。吉米同学，别误会，我只是想问问监狱的事，既然你不愿意说就算了。说完之后，王霸慢慢后退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吉米手里的枪，直到已经半引入红雾之后，他这才呵呵笑了2声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你的子弹应该不会太多吧？王霸说完之后，整个人踪迹不见。吉米将车重新启动，准备直接撞过去，可下一秒他停下了，因为细看之下才发现汽车正前方的地面上有很多钉子。原来这才是王霸的打算，让自己的汽车爆胎，然后上来抢车。正门口走不了，那我就撞墙进去。刚退后几米，吉米就在后视镜中看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人影。不好，车后面也被人扔了钉子。就在这时，5、6个不明物体从4面8方飞过来，闹钟、小音响、收音机、手机，无一例外都是能出声的东西。各种声音立刻吸引来大量丧尸，直挺挺地走向汽车，将囚车团团围住。这回吉米彻底明白了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老子呢，怪不得王霸刚才会说那句话。但是这种小手段能留得住我吗？这时沈清哥和何萌萌先害怕，尤其是沈清哥，他一下扎到吉米怀里。议长，咱们被包围了。放心，除了我，没人能伤害得了你们。沈清哥一愣，总觉得这话里有话，然后他就趴在吉米耳边嗲嗲地说了一句：やめて。你们想这个办法用了不少心思吧？可有用吗？自从上次被人砸了轮胎后，吉米一直有将车升级的想法。囚车和监舍的价格一样，升为2级需要2000块，3级则是3000块，以此类推。吉米一狠心，点击升级，会不会有防爆轮胎一类的功能出现？他期待着。监测的囚车内除宿主外，还有其他人存在，无法升级。什么？无法升级？我之前无论是购买还是升级建筑，都是在无人的情况下操作的，这应该是系统的铁律吧？看来这个办法行不通。想不想拿手枪？不是，我说的是真手枪，是这个。他之所以不怕，那是因为系统早就说过，售出的任何武器对宿主均不生效。是给我的吗？何萌萌愣住了，他认为这是吉米最为倚仗的东西，不可能给别人。狱长不会把枪给我的，这一定是试探，要谨慎对待。你到底要不要打？这是狱长的东西，我可不敢。没什么不敢的，开2枪就会了。何萌萌有些有发傻，这枪里有子弹吗？他尝试着拿起枪，对着外面扣动扳机。切，是没子弹的空枪，你不就是想看看我会不会把枪口对准你吗？太不相信人了吧？这枪上有保险，得把它打开。吉米打开保险，瞄准下方丧尸的脑袋，一枪毙命。会用了吗？服从度正30。怎么开真枪比开假枪的效果还好？吉米给我的就是真枪，有子弹，能打死人的那种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信任，而是把命交到了自己手上。这么想着，他的服从度又加了8点，满了。一旦服从度达到100，基础奖励数还能增加1倍，也就是说，明天能多收入85块。好好练练枪法，咱们的监狱还没有狱警。言外之意很明显，何萌萌精神一振，这可是好事，不用干活还能摸到枪。他激动地再次举枪，子弹一发接着一发，又倒下一批后，他心念一动，看着不远处的闹钟，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。闹钟声戛然而止，四周又恢复了平静。外面是3圈尸体。何萌萌完成工作，把枪递还给吉米。你先拿着吧，
一会儿还有用得着的地方。那你用什么？哎，我随便就行了。我操！地上的标本很多，连钉子也不用清理。吉米一脚油门，直接压过去。门卫室里，王爸趴在玻璃上，看不清远处的情况，但可以听到声音消失了。他有点着急，不知道吉米是怎么做到的。本想出去看看，但又怕遇到丧尸。突然，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。我操！疼！你们怎么都跑了？哥几个，赶紧上啊！看着队友们都跑了，王爸也手忙脚乱的朝门口跑去。吉米拿着黄金 AK 开始射击。你负责门口，一个也别跑了。嘎人，我不行。他敢打丧尸，敢搬标本，但搭人不行，所以好几个人跑掉了，包括王爸。等吉米反应过来时，他们已经跑进雾中。唉，看来自己忽略了何萌萌心理层面的问题。毕竟嘎人和嘎丧尸是不同的。吉米继续扫射着，不管是什么人，轰动嘎掉。大哥，饶命啊！大哥，我给你钱。大哥，我不想死。大哥，我是女的，还没有充过电。是了。吉米停止扫射，看着前方抱头蹲着的人，还戴着一个头盔。如果不说自己是女的，或许就一枪打死了。他选择性的放过这个女人。屋子里剩下的8个人死了7个，就剩那女的了。把你的头盔摘了。吉米手里的 AK 并没放下，只要这人不符合要求，那就直接开枪。在这里的都有份参与偷袭。头盔摘下，露出一张俊俏的瓜子脸，吉米一眼就认了出来。这不是和我联系的大美女颜月吗？小王八的女朋友。姓名颜月，年龄22岁，颜值93分，依然充电，综合评分93分，符合要求。别开枪，我没想害你。吉米盯着那个零充电，一脸疑惑。这颜月和王爸最少也2年了吧？怎么还是零充电？穿成这样都这么漂亮，这要是穿上囚服，那还不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你是吉米，但他们偷袭你的事与我无关。无关？你的绿泡泡上发的那些照片，难道不需要你配合吗？可那是王爸逼我的。别说的那么无辜，把我嘎了，你难道不会享受胜利的果实？这确实，他的心底抱有这种想法，隐隐的希望王爸成功。所以嘛，你也有罪。别开枪！热流擦过颜月的脸，打在他后面男的脑袋上。这是个装死的人，因为刚才他偷偷的睁了一下眼。我只说你有罪，没说要嘎你呢。这是干嘛？赎罪就行了。好，我有罪，我赎罪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上车吧。颜月都不知道自己迈的哪条腿，颤抖着上了车。他刚一离开，吉米便开始了补刀，每具尸体的脑袋上都来一枪，这是他的习惯。沈随慢，沈清哥没理他，何萌萌也故意把腰间的手枪露出来。说说吧，王爸为什么要偷袭我？他们可能会去哪儿？在吉米的审问下，颜月将自己知道的事原本告诉吉。原来昨天吉米离开后，学生会的眼线立刻报信，结合门卫老王的情报，他们确认吉米有辆装甲车和一把手枪，这让王爸疑窦丛生。末世连丧尸都有，难道真有监狱？贪念驱使他决定动手，却忌惮那把手枪。苦思一夜后，他定下毒计，用女人诱吉米入圈套，耗尽子弹后一拥而上，嘎人夺车。审讯中，吉米还得知王爸能当学生会主席，全靠父亲天海市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王明堂。末世后，父子俩迅速勾结，先占食堂，再笼络体育系学生和保安队，这些人身强体健，成了末世里的强战力。王家父子靠食堂净水机反复过滤烧开的水，可防感染。靠着这套手段，他们的势力在学院里快速膨胀。吉米推测，王明堂老巢在食堂，王爸十有八九逃去了那里。走，去食堂。必须得让学院里的人看看，敢和我吉米作对是个什么下场。转眼间，囚车接近了学院食堂。吉米先在食堂门口左右观察了一会儿，他发现门外堵着6、7辆车，看样子是阻止丧尸的。他们有多少人？王明堂在哪一层？保安队大概17、18个，学生会有12个，我们体育系的人比较多的有40多，再加上王明堂和那些男女老师，总共有120多人吧。我操！我去，有这么多人！吉米有些吃惊，120多人，就算他们没有枪，也有一定风险。毕竟食堂里那么多可以藏人的地方，谁知道会在哪儿苟着？知道王爸会在哪一层吗？王爸好像在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一件事，就在昨天下午，王明堂接了个电话，然后就让王爸玩命去找一个人，这人叫高子晨。找到他的时候，高子晨已经因为喝了有毒的自来水昏迷不醒，然后王爸就派人把他搬到了食堂，还说什么这个人很值钱，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但王爸很可能就在高子晨的房间里。高子晨？这人喝了自来水之后居然没有尸变，高子晨会变成异能者吗？最好是把这小子捉回去，好好观察观察。但里面有120多人，应该想个万全之策。吉米打开人物面板，直接选择何萌萌，准备绑定狱警。前线不足，绑定狱警就要先解锁警卫室，是否花费1000捆捆币解锁？是，解锁警卫室。1级警卫室对应解锁物品：36型左轮手枪及子弹、霰弹枪及子弹。吉米将狱警一栏绑定了何萌萌。已绑定狱警何萌萌，年龄21，
服从度100，每日提供坤坤币数量187，强化时已能无解锁商城中对应物品，一起防护服、战术内裤500块。内裤还有战术的，买，必须全套。随后吉米给自己配了一把霰弹枪，又是380块。到现在为止，手上的坤坤币还剩290A。他假装从前排的座椅下面将东西拿出来。我这里有一套作战服，你们谁愿意和我进去？干掉姓王的，回来我奖励他和我一起打台球。他回头看着沈清歌和何萌萌。队长大人，我去。不行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说呢？刚才要不是你手软，哪会让王八跑？现在好了，咱们还得冒险进去。你以为这是心善？我告诉你，这样做只会害死更多的人。何萌萌低头不语，吉米也没催他，只是静静的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何萌萌忽然抬头，眼神里满是坚定。队长，我请求再给一次机会，放心，这次我绝不会再手软。其实他是眼下唯一的人选。当然，嘎人的这道坎可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说通的，必须得慢慢来。那我就再信你一次，记着，如果你失误，害死的可不是你自己，还有我。我懂了。当然了，咱们也不需要滥干无辜。我的目标就2个，一是王家父子，这俩人必须得死；二是那个叫高子晨的，我对他很感兴趣，明白了吗？ Yes sir。重复一遍，干掉为非作歹的王家父子，带走高子晨，谁阻拦就开枪。何萌萌换上了作战服，作战服上有明显的标志，前面写着吉米女子监狱，颇有点飒爽英姿的感觉。这把 AK 你先拿着吧。 AK 都给我了，那你用什么？哎，我随便就行了。随后，吉米将手枪外加一部对讲机递给沈清歌。你的任务是看守囚车，只要有人靠近，可以第一时间开枪。有什么特殊情况，就用这部对讲机联系。记住啊，无论是谁都不许上车，明白了吗？ Yes sir， 狱长请放心。其实吉米并不太放心，他很怀疑沈清歌是不是真的敢开枪，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回去要好好挖掘一批有潜力的人才，争取下次再出来，带着一支可以战斗的队伍。颜悦，这是个不确定因素，吉米根本不跟他废话，花10块坤坤币买了一个手铐，锁上，外面的能见度依然在10米左右。二人慢慢走向门口。与此同时，4楼的一处房间里，快，搬着人从后门走。说话的正是王明堂。15分钟前，王霸在吉米的枪口下逃出升天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这才跑回食堂。而王明堂正纠缠一个名叫白洁的女教师，刚要进一步发展，结果被王霸一扫而下。你 ADC 的大惊小怪干什么？可倒不好了，那个叫吉米的小子太难对付，把我带去的人都杀了。什么？他手里有多少子弹？王明堂原以为龙国枪支管制极严，吉米一个普通大学生，就算侥幸有枪，子弹也肯定少。本想耗光对方子弹，可儿子带回的消息让他心头一沉。吉米仔竟然可以射杀上百丧尸，10几人如此挥霍子弹，只能说明他弹药充足，而自己这边只有砍刀铁管。如果吉米拿着枪过来，我们只有等死得份。快给高老大打电话，问问他的人什么时候过来。王明堂自言自语着，然后拿出手机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喂，高老大吗？我这边有点事跟您说。王明堂快速地将情况大致说了一遍。对面高老大听后沉默了一小会儿。王副院长，子晨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他现在没有尸变，肯定还有救。你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他，否则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你一个子也别想要。我的人已经往学院赶了，你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，实在不行，先放弃食堂，找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。等我的人到了，一切都好说。放弃食堂？这里可有不少的食物，净水器也不是那么容易拆下来的。还有女人，尤其是那个白洁，在灾变前我就垂涎已久了。若不是末世之下可以用强，这口天鹅肉我恐怕一辈子都吃不到。最关键的是，他 ADC 的到现在我还没真正吃上。糊涂，是食堂重要还是你的小命重要？等我的人过去，有了枪，你还怕不能把食堂抢回来？行，高老大，我听你的，现在就把高公子带着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到了咱再联系。挂了电话，没去管哭哭啼啼的白洁，他开始指挥手下抬人撤退。他此时身边有6个人，除了儿子王霸之外，还有4个王霸的指哥们，另外还有保安队长史大力。大力，你带着他们几个排上高公子，咱们从后门出去。姑父，要不要把净水机拆下来，再拿点吃的？史大力一听要走，有些不舍。来不及了，现在就走，等高老大的人来了，咱们再杀回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外面有喊话声音。
所有人听着，我们是吉米女子监狱的狱警，王明堂、王霸父子二人残害学生，罪孽深重，恶贯满盈。现在决定执行死刑，立即执行。他们的同伙听好啊，有阻拦者，一律同罪；有活捉此二人者，奖励面包10个。音量已经被调到了最大，整个食堂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吉米的动作好快啊，而且也太毒了吧！活捉自己还有奖励，这不是要手下出卖自己吗？这小子也太他妈嚣张了！姑父，你等着，我去宰了他！史大力说着就要冲出去。别，大力，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，等到高老大的人来了，咱们有了枪再来找他。你们放心，他说的食物抢来了我都给你们，再每人发2个女大学生。史大力舔舔嘴唇，女大学生4个字听得他血气上涌。快，搬着人从后门走楼梯。排着高子晨，再加上走的是楼梯，所以一行人动作很慢。另一边，吉米把喊话器塞到门框上，与何萌萌并肩而行。食堂里的红雾虽然少了一些，但能见度最多在15米上下。没走几步，视线尽头便出现了4个男生，正举着刀朝门口这边奔袭而来。把刀放下。何萌萌其实并不想伤害这些人，所以喊出的声音特别大。他希望对方听到后可以乖乖的投降，可是事与愿违，他一喊，令这帮男生找到了目标，吼叫着就冲了过来。他一枪打在一个男生腿上。再过来就开枪了。那些人不退反进，尽量走着 S 型路线往前冲，就连大腿中弹的男生也将手里的砍刀砸了过来。砍刀迎面飞来，罗萌萌有点发傻，甚至都忘记躲避。关键时刻，吉米突然伸手将刀背稳稳抓住。你不杀他呢，他们就会杀你。吉米当然可以开枪把这些人击毙，但他并没有那么做。他要锻炼何萌萌，让他成为自己的一把刀，也可以是刀鞘。望着近在眼前的刀尖，何萌萌大叫一声。好了好了，他们都死了。望着眼前的4个男人，他一下子有些难以适应。前2天还是同学，转眼就变成了刀枪相见的仇人。可吉米的那句话在他耳边萦绕：你不杀他呢，你不杀他们就会杀你，他们就会杀你。何萌萌的眼神慢慢变得坚毅起来。你还好吧？用不用休息一会儿？不用，我没事，咱们上楼吧。吉米带着何萌萌一口气杀到4层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没有人敢反抗。他没有滥杀无辜，只是让这些人抱头蹲到墙角。2人很快来到颜月所说的房间，何萌萌第一个进去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是颜月胡说，还是人藏起来？挨个房间看看，小心点。2人随后挨个房间逐一检查，直到最后一个房间，刚一开门，立刻传来女人的尖叫声。别开枪，我们是真的老师和同学。白老师，为首长的最漂亮的女老师认出了何萌萌。这女老师吉米也知道，名叫白洁，是天海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团队中的颜值担当。她的目光扫向对方，姓名白洁，年龄28，充电龄人，守身如玉，颜值91分，符合要求。何同学，你怎么这副打扮？天哪，还有枪，这是真枪吗？老师们七嘴八舌，其中一个年纪最小的盯着何萌萌胸前的文字。吉米女子监狱这个地方听说过，这2天在群里传得沸沸扬扬。何萌萌同学，你能带我们走吗？这是我们吉米女子监狱的狱长，各位老师如果想入狱，可以问及狱长。入狱这个词好别扭啊。他们抬头看着吉米，很普通的一个男生，也就是高点、帅点，跟各位粉丝大大比起来，自然算不得什么。老师们，你们有谁看到副院长王明堂了吗？我知道，刚才他们已经走了。王家父子带着高子晨跑了，学院这么大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。还有个叫高老大的人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派人来。会是光头勇口中强盛极寒的高老大吗？不管是与不是，看来现在都得暂时放弃寻找王家父子。各位老师，我们吉米女子监狱确实可以提供食物和水，还有一个绝对安全的住所，但是很可惜位置有限，我不能把大家全都接走，所以我只能挑一些有用的人。老师们面面相觑，不能全都带走，那可得好好表现。那个谁会做饭？我会。我也会。这4位老师先过来，其他人再等等吧。我那做饭好像也用不了这么多人。那个谁会电脑？我会，我 PPT 做的可好了，校长公开课都是我弄。一个女老师喊道。可惜她只有72分，而白洁2人依然没举手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已经有人负责电脑室了。然后他又仔细看了看与白洁一起的女老师，有点印象，自己当初大一的时候，这女老师还是个学生，看样子是留校任职了。姓名任文介，年龄24岁，充电龄人，颜值88分，符合要求。你们有谁会跳舞？众人一愣，要说你监狱需要做饭的人，需要懂电脑的人，这我们都能理解，可你要一个会跳舞的有什么用呢？吉米问完，只有刘文静一人举手，而且面带惊喜。他从小学习芭蕾和拉丁，毕业后又留校任职艺术系的舞蹈老师，没想到监狱里
还需要有人跳舞。吉米顺其自然的让他站到了自己身后，然后又看向白洁，白洁脸上有些着急，很明显是想跟自己走。真笨，你就不会举个手？会不会得先跟我走？难道我这个当学生的还能吃了你不成？我记得白老师会好几门外语吧？英语、寿司语和泡菜语都会。狱长，咱不是还缺个翻译吗？吉米赞赏的看了对方一眼，然后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。瞧我把这事都忘了。那行，白老师你也过来吧。狱长，楼下有情况。怎么了？我看到我们体育系的同学了，还有一些女学生，大概20多人，都带着武器进了食堂。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人吗？应该是卢浩那帮人。王明堂之前派他们去学生超市抢点食物和香烟。吴浩，这名字有点耳熟啊，不正是第3集带人袭击我的那个短发男吗？当时这小子身手挺灵活，自己可是几枪都没打中啊。看看你今天的运气还有没有这么好。随后吉米带着何萌萌和6个战利品朝楼下而去，至于其他人那就和他没关系了。所有人听着，我们是吉米女子监狱的狱警，王明堂、王大父子2人靠，残害学生，你背袭的什么玩意？吓老子一跳！浩哥，这儿呢有个会出声的喇叭，什么破东西？为什么摔我的东西？红雾中走出2个淡淡的人影。你没被吸的谁啊？吉米，这是你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偷车贼啊！你的兄弟都死了，自己活着，多寂寞多孤单。我就做一次好人，送你去找他们，怎么样？大哥别开枪，有话好说。那天让你跑了，没关系，那是你的本事。今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3秒，我给你3秒时间，而我呢，只开1枪。如果还是打不中，算你命大。那天我不是故意的，别杀我。3，兄弟们一起上，杀了他，抢走他的枪，咱们就是老大。卢浩突然面色狰狞，可他的小弟都是普通的学生，面对手枪，谁敢出头？2，你以为谁的？卢浩骂完转身就跑。此时此刻，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。你说你这人怎么就不跑快点啊？给我的痛了吧！卢浩用最后一丝力气哀求着，太疼了，生不如死。那可不行，我都说了只开1枪，哪能言而无信？吉米收拾卢浩后，之后带着众人返回监狱。回到监狱后，吩咐曾嘉柔安排他们换衣入住。曾姐姐，这次带回来的人有会开车的吗？现在还没统计呢，不过这次有6个老师，应该都会开车。苏映雪闻言，脸色有点发白。啊，映雪！新人中有不少都认出了苏映雪，跑过来打着招呼。苏映雪很吃惊，尤其是看到平日端庄稳重的女老师，居然穿着和自己一样的衣服时。白老师、刘老师，你们都来了。师生见面，没有想象中的和谐场面，只有相对无言。白洁和刘文静甚至都不敢抬头。